它凭什么被称作是全球最危险的战机？在五代机的江湖里，F-35就像那个明明天天被人吐槽，却依然能抢到所有顶级资源的天选之子。有多抢手，光是美国自己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就下单2000多架，再加上英国、澳洲、日本、以色列、挪威、意大利，就是美国朋友圈里能飞的空军都被他承包了。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抢？是因为它便宜好用吗？不，它其实挺贵的。真正的原因是它是按标准答案造出来的五代机，隐形有，而且是全机身雷达散射优化，不只是刷了一层涂料。超视距作战有，而且它的雷达和红外搜索系统能让飞行员在敌机雷达开口说话之前就把它的方位、速度和高度精准标出来。传感器融合拉满，它把雷达、红外、电子战天线，甚至僚机传回的情报全都整合成一个无死角的战场全息图。更特别的是，它不是一个型号，而是3胞胎。F-35A 给空军用，常规跑道起降，挂载多，航程长。F-35B 会短距起降，甚至垂直起飞，为海军陆战队和小航母量身定做。F-35C 专门为大航母打造，翼展更大，舰载高强化，适应恶劣海况。真正让对手头疼的是它的先手权。在模拟空战里 ，F-35可以在500公里外就发现敌机，这不是随口一说。它的 AN/APG-81雷达在 X 波段下探测范围超过了第4代机的2倍以上。等敌人雷达刚反应过来，他发射的 AM-120 导弹已经在半空中高速接近了。美军还做过一次测试，让一架 F-35对抗20多架4代机，结果他像玩吃鸡一样，一个个标记敌机位置，让友军火力轮番收割。画面就像你还在拉弓射箭，人家已经在地图另一头用狙击镜锁住你的脑袋。所以 F-35从来不是空军里的单挑王，而是全战场的节奏控制器。它赢的不只是空战，而是让整个联合作战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让敌人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这才是它被称作全球最危险战机的原因。它的存在不是为了打一场漂亮仗，而是让对手的作战计划从一开始就崩盘。很多人聊 F-35，总盯着它的导弹挂架、隐形外形看，但如果你真把它当成一架飞得很隐形、打得很准的战机，那就低估它了。它真正的杀手锏不是机炮，不是 AM-120 导弹，而是它的大脑。它的大脑是由传感器融合系统和分布式孔径系统共同驱动的。这套东西干的事儿，有点像给它装了一个360度环形 IMAX 影厅，不管威胁来自前方、侧面，甚至屁股后边，飞行员的头盔上都会实时出现红框标记。这个头盔可不是普通货，它是价值40万美元的 HMDS 全息作战平台。你低头看，不是机舱仪表，而是整个战场的3维态势投影，哪里有敌机，哪里有来袭导弹，友军的位置、弹药状态全都直接叠在视野里。飞行员甚至可以透视机身，看见脚下的地面，因为外壳周围布满了光电传感器，把图像拼接成一张无死角的战场皮肤。更狠的是，它不是单机在战斗， F-35的作战数据链是高速加密网络，能和僚机、E-2D 预警机、海军宙斯盾驱逐舰甚至地面炮兵共享情报。战场画面就像 RTS 游戏的上帝视角， F-35可能自己一枪不放，却在后方把敌机位置传给远处的驱逐舰，让对方从天而降一枚 SM-6 导弹。而且它有一个独特的外挂，后勤与任务系统，从早期的 ALIS 到现在的 ODIN， 相当于战机的云管家。它会提前帮飞行员算好任务路线、油料消耗、挂载方案，飞回来还能够自主生成健康报告，告诉机务哪块零件该换。所以 F-35的角色早就不是一个空中射手，而整个战场的超级节点。它一旦上线，就像把友军的所有传感器接成一张巨网，自己像网络的中央处理器，对手则像在一片黑暗里瞎摸的猎物，赢得了天空，却常常输在维修车间。这是 F-35最大的尴尬现实。先说钱，它的单架飞行小时成本超过8万美元，比 F-16C 的2.2万、FA-18E 的2.4万几乎翻了3倍。换句话说，同样的预算 ，F-16能在天上多转几圈，还能剩下钱给机务发奖金。更关键的是，美国国防部自己也承认，要把它压到2.5万美元以下，至少得等到2030年。也就是说，未来几年它依旧是天价空中出租车。为什么这么贵？第一刀砍在了它的皮肤上。F-35的隐形外层是复合雷达锡箔材料和复合结构混搭的混合涂层，这东西就像高定西装，哪怕一个小划痕也不能随便补，而是必须送进恒温恒湿的专用修护舱，用精确配比的涂料和工艺慢慢补色。机务开玩笑说，以前换航电盒子用螺丝刀，现在要穿无尘服、戴乳胶手套，
还得祈祷别把漆刮花。第二刀落在了备件供应链。早期的 ALIS 系统本来是为了让维修和零件管理自动化，但现实是 ALIS 的 bug 多到让机务调侃咱们是给飞机保驾护航，结果每天都得上演修机噩梦。飞机着陆后，轮胎还没热乎，我们就开始忙活了。只要一个传感器数据延迟，它就可能直接判定一个昂贵零件报废，导致飞机趴窝等等。有时候等发动机模块跨洋运到，任务早就黄了。ODIN 上线后好了一些，但缺件问题依旧困扰。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曾因为发动机模块短缺，让整批 F-35B 停飞。第三刀是妥善率，理想情况下，战机妥善率要在 80% 以上。F-16和 F-15C 轻松达标，可 F-35有时只能在 70%， 甚至更低徘徊。海外部署时，这个数字还会更惨，因为跨洋运输的零件延迟的系统升级，会让它直接沦为豪华静态展品。而更反常的是，这些缺点美国其实并不是完全不想解决。有分析认为，这种复杂昂贵、对美方供应链高度依赖的维护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设计。盟友一旦买了，就很难脱离美国的零件与数据支持，等于把空军命脉交到了华盛顿的手里。于是，就了这种魔幻的战场画面，飞行员口中的天选战机，在机库里却是机务的地狱任务。飞一次爽，休2天累，账单长得像银行贷款合同。可偏偏很多国家还是咬牙要买，因为这不只是战机，更是通往美军作战体系的门票。有人说，等 NGAD 和欧洲的 FCAS 上来， F-35就得靠边站。可现实是 F-35压根没打算退出舞台，反而在悄悄改造自己，往所谓的 5.5 代方向走。第一步是 Blank 4升级，别被这个名字骗了，它不是小补丁，而是大换血。核心是换上更强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版本，探测距离更远，波束控制能力更强，甚至能直接用电磁波干扰敌方导弹导引头，等于把雷达变成了电子战炮。内部弹舱的挂载量和兼容性也提升，可以塞进新一代 AIM-260 超远程空导弹、反辐射导弹等。这意味着它未来不仅能隐身突防，还能在电磁领域捣乱，让敌人雷达和导弹同时失明。第二步是和无人机的分布式作战，也就是 Loyal Wingman 概念。想象一下， F-35作为编队指挥官，在前方分布任务，一群低成本 AI 控制的无人机在两翼帮他挡刀、探路、干扰雷达，甚至直接冲进高威胁区域做自杀式突防。这不仅提升生存率，还能让 F-35的打击半径和战场控制力呈几何数级增长。第三步是 AI 辅助战术决策系统，格斗、对地打击、电子战这3种任务在传统空战中是需要人类飞行员手动切换的，而未来的 AI 系统可以在毫秒级分析威胁，直接给出弹药推荐、目标优先级，甚至自动分配僚机位置，等于让飞行员带着一个实时刷新的战场参谋上天。而背后的战略逻辑是，即使 NGAD、FCAS 在2035年后登场，大多数国家也买不起6代机，或者买不到第一批。而 F-35的生产升级计划早已排到2070年，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唯一能搭上下一代作战体系的桥梁。甚至有分析认为 Blank 4之后的 F-35将兼容部分6代机的数据和战术链，等于提前打入6代朋友圈。所以它会不会变成 5.5 代机，从技术曲线看很可能会。而且等这些升级全面落地， F-35干的事儿可能已经不只是打仗，而是在未来空战中重新定义谁是指挥官，谁是打手，谁是棋子。 F-35的墙我们已经拆了个七七八八，但它的神坛位置真就牢得住吗？想象一下，未来某个战场上，对手部署的新一代超远程反隐身雷达，能像 CT 扫描一样把它的轮廓从几百公里外精准瞄出来，那它还能像今天这样压着飞，肆无忌惮的控场吗？或者换个角度看，那动辄8万美元1小时的飞行成本，如果某一年财政紧得像战时口粮，盟友会不会一咬牙对五角大楼说，够了，这金饭碗我端不起了？所以问题摆在这儿，在你眼里 F-35是未来20年的绝对赢家，还是被营销神话裹挟的5代机偶像？您觉得他是战场上的节奏之王，还是一台成本和性能捆在一起的豪赌机器？欢迎在评论区开麦，把你的判断说出来，看看谁能用事实和逻辑说服谁。喜欢这种既拆技术又扒内幕的硬核内容，记得点赞订阅，也分享给和你一样爱聊军武的朋友。